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春天要多吃韭菜和玉米面，那我今天就用玉米面和韭菜分享一个您从没吃过的做法，出锅比馒头好吃，比馅饼简单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处理韭菜，准备把新鲜的韭菜，把韭菜黄掉或者是坏掉的叶子摘下来，不要了。春天的韭菜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好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。摘好的韭菜给它清洗干净，洗净后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韭菜白切下来，不要了，韭菜白比较老，非常影响口感。然后再把韭菜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边倒200克玉米面，再倒入100毫升的开水，把玉米面烫一下，这样口感会更加的细腻。边倒开水边用筷子搅拌，哪里有干玉米面就往哪里倒水，最后搅拌成这种没有干粉的颗粒状就可以了。接着再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倒入玉米面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加4克酵母，加小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再倒入一半的刚切好的韭菜，韭菜不要全部倒进来，只需要倒入一半就可以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可以再加一些面粉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要酌情调整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再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在表面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防止等一下面发起来的时候沾到保鲜膜上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再准备小把粉丝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软，先放一旁烫着备用。接着再准备几朵洗净后的香菇，锅中水烧开，把香菇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去一下草酸。我们在用香菇做美食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它焯水，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6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。过凉后再给它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香菇的水分。再把挤干水分的香菇放在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细丝，再给它切成香菇丁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韭菜的碗中，现在的粉丝已经泡软了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先用刀给它切成长段，长度约2到3厘米左右，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把它放韭菜的碗中，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，搅散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倒鸡蛋液，用筷子快速搅拌成鸡蛋碎，全程大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最后翻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。再把它倒韭菜的碗中，现在来调一下味，加勺蚝油，加勺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，再加一点点白糖。加白糖呢，可以防止韭菜烧心。现在先不着急搅拌，如果现在搅拌的话，等一会儿韭菜就会出水了，就这样给它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推一根筷子下去不会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像这样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
这样做出来的面食会更加的松软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4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理成面团，全部整理好以后，先放一旁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再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薄一点的饼皮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就擀成这样的饼皮就可以。先把饼皮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把韭菜馅取出来，用筷子把韭菜馅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我们的韭菜馅就调好了，接着把刚擀好的饼皮取出来，放上韭菜馅，馅料不要放太多，1到2勺就可以，在两边对折，把封口处给它捏紧实了，防止漏馅。像这样一个简单的包子生胚就包好了，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完。全部包好后，平底锅先不要开火，放少许食用油，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像视频中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即使挨到一起也没有关系。全部放完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1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开小火，先给它烙2分钟，把底部烙至金黄。2分钟后，取一个包子生胚，看一下底部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包子放回锅中，接着沿着锅边淋少许清水，水的量没过包子生胚的1/3处就可以。再盖上盖子，用中小火焖5分钟，把汤汁收干。汤汁收干后关火，先不着急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焖2分钟。2分钟后打开盖子，现在的汤汁已经收干了，想要底部更加的酥脆好吃，再用小火开盖，给它煎2分钟，这样底部会更加的金黄酥脆。轻轻的把锅转动一下，2分钟后再盖上一个盘子，给它倒扣装入盘中，像这样我们的水煎包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诱人，吃起来口感外香里软，加了玉米面，吃着更香了。玉米面和韭菜这样做，我觉得比外面早餐店买的好吃多了。好了，水煎包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水煎包底部金黄酥脆，口感蓬松柔软，香气扑鼻，比外面买的水煎包还要好吃。趁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一些玉米面和韭菜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